战印回到房里，海童已经洗好澡，刚从浴室里出来。两个小子睡着了，海童轻声问他，帮他们关了灯，应该很快就会睡着。晚上三个孩子玩闹，玩得疯了，贝贝哭找妈妈，他们才停下来。战印走过来，将爱妻拥入怀里。老婆，你有没有觉得还是只有咱们俩人更甜蜜一点？自从有了儿女，咱们连说话都不敢大声，怕吵醒了他们，更不要说亲热了。亲热都要将女儿抱到一边去睡，夫妻俩才敢亲热，否则总担心小丫头醒来。孩子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婚后半年我没有怀孕，大家都以为我不能生呢。你嘴上不说，内心也是着急的。你很喜欢孩子，从战印对洋洋的疼爱就可以看出来，他是个很喜欢孩子的人。别看他总是冷冰冰的，其实他的内心柔软得很。宝宝出生时，你高兴的偷偷掉泪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抱着儿子时，偷偷擦了擦眼角，不是拭泪是做什么？贝贝出生就更不用说了，你们在产房外面等着。护士抱贝贝出去告诉你们说生了个女儿，你们的笑声都快将医院的天花板掀下来了。现在又嫌孩子碍事了，要不要咱们生个3胎？小军怀上了2胎，我们生个3胎，和他的2胎有个伴玩呢。海童是故意打趣战印的，就算他想要3胎，战印也不会再让他承受孕育之苦，哪怕他很喜欢孩子。战家人丁兴旺，现在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。虽说平时大家不聚在一起，不过过年过节都回来了。几个小家伙聚在一起，吵死人。男孩子皮实，几个小男娃聚在一起，真能拆天。战印对侄儿也是一样的疼爱，所以孩子够的了。他不想再生3胎。果然，战印下巴抵放在他的肩膀上，说道：“不生了。现在这2个都像牛皮糖似的粘着你，我想和你过一下2人世界。只有晚上他们睡着了，你才属于我。我这是给自己生了2个情敌，还不能对他们怎么样的情敌。贝贝眼看就要2岁了，再忍1年，满3岁了就让他自己睡，咱们夫妻俩回到房里，房门一关就能过2人世界。要是生了3胎，又得带娃睡3年，咱们更不能享受2人世界了。”海童搬开他搂住他腰肢的大手，去洗澡吧，今晚还早。战印秒懂他话里的深意，马上就去洗澡。数分钟后，战某人从浴室里探出头来，招呼着海童：“老婆，老婆，过来。”“怎么了？忘拿衣服了吗？”海童放下了手里拿着的杂志，滑下床去，边走向他边问他。等他近前了，战印拉住他的手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一起洗。”“我都洗过了。”“我……”海童话都没有说完，就被老公大人拉进了浴室。等夫妻俩从浴室里出来时，战印一脸的满足，海童娇羞无限。战印看到爱妻那张泛着红潮的俏脸，忍不住凑过去又戳吻一下：“老婆，咱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你还会脸红呀？看来是对为夫的表现很满意。”“你闭嘴吧！”海童轻拍一下他的嘴巴，不让他再说下去。他回到床上坐下，轻轻地掀开了被子，在女儿身边躺下，看着女儿恬静的睡容，他的眼神柔得可以滴出睡来。战印在他身后，一手撑着床，一手横过他的身子，落在女儿的小脸上，轻轻地捏了一下。海童立即拍开他的手，小声说：“他捏醒了他，他哭闹，你负责哄哈。”战印笑：“我力道很小的，哪里会捏醒他？他的宝贝女儿呢？他也舍不得用力捏，捏的小丫头脸红了，被奶奶知道能扒了她的皮。然后父母从阳城回来，再来个男女混合双打，把他揍一顿。从小到大，父母没有打骂过他兄弟俩，但现在他们当了爷爷后，有时候为了护住孙儿女，对他和老六这2个儿子骂起来是毫不留情。有时候母亲气急了，还会一巴掌呼到他手臂上呢。贝贝要睡觉了，就要你，我们再疼他，他还是妈妈好。”战印这话有点吃味，那是
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她跟我血脉相连，我照顾她的时间也最多，当然和我这个妈妈最好。她温柔地俯下身，轻轻地亲了女儿一下，然后躺下，依旧一手揽住女儿的小身子。孩子小时候大多数喜欢黏着妈妈的，怀抱是他们安全的港湾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，父母离开他和姐姐也有20几年了，哪怕他和姐姐现在生活得很好，但一想起父母，海童还是有着诸多的遗憾。遗憾父母看不到姐妹俩的功成名就，看不到姐妹俩生活幸福，遗憾姐妹俩未能尽到一天的孝，父母已经远去。每次和姐姐一起回老家，她总在想，如果父母还活着，姐妹俩回娘家有父母招呼，喊一声爸妈，还有人应着，那该多幸福呀。嫁人生娃后，逢年过节看到别人回娘家，热热闹闹的，海童羡慕的同时也难过，越发的怀念父母。以前她还能回姐姐家里，姐姐的家就是她的娘家。现在姐姐常住江城，工作很忙，回来的次数少了，有时候过节也不会回管城。海童就觉得自己都没有娘家可以回了，那种感情上的缺失是婆家的官家无法弥补的。就算大姨疼她如亲生女，大姨终究是大姨，代替不了父母。怎么了？战印温柔地在她的腮边亲了亲，想什么想得那么入神？想我爸妈了，我如今儿女双全，生活得很幸福。如果我爸妈活着，看到我和我姐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他们该有多高兴呀。她转过身来，拥抱住战印，轻轻地说道，老公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，活个80、90岁，看到儿女们长大成人，成家立室。好，我们要活个80、90岁，最好就是长命100岁。放心，咱们都很注意，保重身体。不敢说100岁、90岁是能活到的，奶奶长寿，我们有奶奶的长寿基因，也能长寿的。战氏集团生意稳定，他又兄弟多，个个都是人才，能帮他分担不少工作上的事，不至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婚后他就很少早出晚归的了，以前身体多少都会有点毛病，因为繁重的工作，压力山大，熬夜多，应酬喝酒也多。后来减少了早出晚归，减少了应酬熬夜，3餐有老婆盯着，他身体的那点毛病慢慢就调理好了。老婆，咱们早点睡吧，睡个养生觉。战印柔声说道，再聊下去，怕老婆因为想起他短命的岳父母，心里难受。海童在他怀里嗯了一声。对了，老八和曾医生怎么样了？战印问了句，也成功的转移了爱妻的注意力。曾医生还没有动心，老八说温水煮青蛙，先以陪伴为主，等温医生对他更加的熟悉了，再表白。尹奶就着急，奶奶恨不得老八马上就将曾医生娶进门。老八那个情敌也还不死心。战印哦了一声，他笑道，奶奶着急是正常的，他老人家就盼着我兄弟9个都成家立室。如今老七快要结婚了，老八也有喜欢的人，但还没有拿下，奶奶岂有不着急的道理？等老八和曾医生定下来了，奶奶又得盯着老九了。不过老九还小一点，性子都还有点跳脱，再过几年吧。老九在哥哥们的眼里还是个孩子，大家都不会催他的婚。海童说道，老九的年纪放在我们老家，也到了适婚年龄，不过不着急，让他好好的玩上几年吧。读书的时候，他压力是最大的，如今他还没有做出大的成绩，依旧压力山大。等他再成熟点，稳定点，再催他结婚也不晚。海童老家的那些堂弟们，一般24、25岁就结婚了，跟老九一般的年纪。他和老家的叔伯们来往不多，不过因为爷爷奶奶一直住在他父母建的房子里，他姐妹俩还是少不得和那些极品亲戚打交道。在姐姐接管了江承凤家后，老海家的人对姐妹俩那是恭恭敬敬的了。在海玲还没有成为江承凤家当家人时，老海家的人不过是畏惧战印的权势，对姐妹俩才会诸多忍让。
心里面还是觉得姐妹俩那是走了狗屎运，才能嫁入豪门，是很不甘心的。知道原来被他们欺负的老三媳妇原来是江城凤家的后代，又眼看姐妹俩越来越有上位者的威严了，他们才打心里改观。海老头如今还活着，依旧住在海童父母留下来的房子里。他的叔伯们每个月帮海老头支付房租，那些房租则交给海老头养老用。海老太因为早年患癌，在海童怀上贝贝那年就因病去世了。海童因为怀孕期间并没有回老家奔丧，爷爷奶奶对姐妹俩那般无情无义，他就算不回去也没有人会说什么。不过看在父亲的份上，姐妹俩还是让人送了一笔钱过去，帮海老太办理了后事。对两位老人家，海童觉得姐妹俩算是仁至义尽的了。感觉我们做哥哥的也没有给老九施加压力啊，他是最小的，我们对他都宽容很多，都疼他呢。战印回想起他对老九的态度，不觉得自己给老九施加了压力。海童说我嫁进来时，老九还是个高中生，你们明着没有给他施加压力，但是每次送礼物给他都是一套接着一套的试卷，那不是压力。况且你们8个当哥哥的那么优秀，就算你们不说话，他都觉得有压力了。他稍微差一点，都会被人拿来和你们做对比。这种无形的压力，无时无刻都在包围着老九。就是现在出到社会了，只要知道他是战家的老九，大家也不约而同拿他和你们比。他不敢说超越你们这些当哥哥的，好歹要缩短距离，不要让人说战家的老九就是个没用的。而你们太过于优秀，他拍马都追不上，这些都是压力。别看老九整天嘻嘻哈哈的，像没长大的孩子，他其实是压力山大的。也就是在我们这厮当嫂子的面前，他才能真正放松一点。海童这些当嫂子的才是真的不会给老九压力，哪个哥哥欺负老九了，老九就找对应的嫂子告状，自会有嫂子替他出头。他也知道嫂子们是他的粗大腿。战印笑笑，他有压力是好事，最怕的是他吊儿郎当的，一点压力感都没有，那样他不会有进步。不过我看他性格开朗得很，就算天塌下来了，也会当成被子盖的。海童倒是认可丈夫这几句评价。老九是压力山大，但也性子开朗，天塌下来都不用担心压到他，上面有8个哥哥帮他撑住呢。也不知道老九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。战印说道，谁知道呢，他缘分来了，有了喜欢的女孩子，自会带回来让我们过过目。等老九恋爱了，他肯定是第一时间告诉你的，他对你这个长嫂最是敬重。海童笑，那我就等着老九来告诉我，他有了喜欢的人。他对待每一位小叔子都是一样的态度哦，对老九是格外多了点宠溺。九少，我就说抱紧大嫂的粗大腿，我在管城横着走都没有人敢说什么，大哥都得看大嫂的脸色呢。大嫂一生气，大哥就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。老九在心里坏心眼地想着，他挺喜欢看到大嫂生气，大哥急得团团转的画面。大哥被大嫂拿捏得死死的，说大哥是妻管严，那真的是妻管严，名副其实的妻管严呀。夫妻俩絮絮语语说了好一会儿。海童犯困了，他转过身去，一手搭放在女儿的小身子上，做出揽住女儿的样子，打着呵欠说道，老公，不聊了，睡吧，明天还得上班呢。你又揽着贝贝睡，都不揽住我，滚一边去。海童好笑地轻踢了他一脚，还是揽着女儿入睡。软萌的女儿比战印可爱多了，还好贝贝性子更像他的，要是像战印那就无趣了。穆晴就常向他吐槽，说军颜越大越像叶君博，都没有女孩子的软萌。